芬多奇会唱歌吗？会啊。那芬多奇今天愿意唱歌吗？叮叮当，叮叮当，不要唱这个了。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宇宙闺蜜，我是大宝，我是凤凰。如果你是新朋友，在这个频道我们会分享我们自己的灵性探索的旅程，然后介绍丰富的身心灵知识以及各式各样的灵性工具。同时，我们也有会员频道，欢迎加入我们，参加每个月的会员直播，还有看更多惊喜的影片。好的，我们今天呢非常高兴要来庆祝我们的10万订阅10万订阅！哇，从开台到现在快3年了，快3年。就是我记得我们在开台前，我们在讨论就是你要做频道这件事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还想说，如果1年有1万订阅的时候，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里程碑。然后没想到我们在3年内就10万，其实这真的不是那个时候我们可以预期到的速度。就2年多前我们其实是想不到的，想不到的。那个我们频道的监制他非常的天真，他就说好，我的目标第1年就是50万，然后就说啊，你有问过芬多奇得到10万他的心情吗？很好很好。我的指导灵马杰个灵非常的欣慰，他们俩个性真的很不一样，很有趣。自从我们达到10万订阅之后呢，我们有在各个平台询问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就是各位呱呱们有没有对我们想要问的一些问题。我们真的收到满满的爱，应该有超过上百个，对，超过100个认真的提问。那有一些我们以后会做成影片来讲，因为光是这一题可能就要讲个15分钟、20分钟。那我们今天呢会找一些比较能够简短回应的，然后当然也有一些比较跟身心灵无关的趣味问答。好，那我们就开始回答大家的问题咯。第一题，下一个100万里程碑达成的时候，敢不敢做宇宙闺蜜开团带采能量点的系列？台湾22个县市，敢啊，做！你不能答应了之后，他就说那我们派出凤凰宝贝蛋。100万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第一回回答。第二题，芬多奇会唱歌吗？会啊。那芬多奇今天愿意唱歌吗？叮叮当，叮叮当，不要唱这个了，我当然会唱歌啊，我当然会唱歌啊。大宝会不会唱歌不重要，总之就是一些音频的各式各样的声响嘛。在我们的那个频率里面，其实我们如果把我们的意志要变成人类的话语的话，其实是很快速的。所以其实像现在也是要经由某一些降速才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跟大家说话。所以如果用我们的频率直接转译到你们听到的话，应该比较像是这样才是比较接近其实大宝他的脑波在运作我们的频率的时候的状态。很多的声响它都可以是歌，即便它是咕咚咕咚咕咚咚咚咚咚咚，但是它如果有一个旋律节奏的话，它就可以成为一个你们说的歌。其实像大自然的声响也可以嘛，是歌没错。但如果真的要是讲存在于我们星球的歌的话，它其实会让大宝一直在弹舌的，例如说，这个频率不输纽西兰龙哎，好高哦。刚好有一题是在问说，就是芬多奇跟马杰会不会说天语会？任何一个跟你们不同次元的灵性的存在，它其实都可以试着用你们人的转译的方式，你都可以去达到一个转递频率的一个方法的。所以任何的一个灵性存有，它都是可以说天语的。如果用你们的概念来说的话，应该是这样子。那芬多奇，我们今天就先这样，我们让大宝回来继续回答问题。好了，乖，大宝要崩溃了。好乖哦，所以通灵有赚有赔哦。后面这3题可以一起回答。第一个是我要怎么样确认自己可以跟高我连接？麻瓜也想知道跟自己的指导灵沟通该怎么做，然后想知道什么是连接高我前的调频，是让心静下来吗？连接土地跟连接高灵的方法不一样吗？通灵到底是什么感觉？对我来说，我刚开始练习跟所谓的高我或指导灵，或者是不属于我的灵性存在的话，我会去试着问一些我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而如果我能够在连线状态下去得到那一些原本我答不出来的答案哦，那确实是来自于一个我头脑之外的框架的存在。跟指导灵沟通这些的话，其实我们有一个书单，那都会在我们的 Facebook 或者是 IG 的
专业上面的一个置顶贴文里面都有这些书单，大家都可以去看。其实我们在今年年初3的时候的会员直播也有做一些调频的分享跟连结的学习，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那一场直播。我觉得是频率的不同。那关于连结土地有一个简单教学，其实在我们阿里山那一集的外景也有教大家。阿里山的那一集，比喻成一台车的话，通灵就像是我先坐到副驾，然后让这一个能量意识体进来掌舵，来负责掌管这个方向盘啊，踩刹车、踩油门。那我在副驾，我还是看得到你是怎么开我这台车的，所以我刚才就很不想让他开车，车子差点就要乱开了。假设帮对方通灵，算不算一种泄露天机？跟算命一样，会不会影响到对方因果或自身的运势？我觉得，如果你帮对方通灵是在对方的要求、请求之下的话，那你如果愿意去做，那就是你有这个意愿，愿意跟他一起走这一段旅程。我觉得这个旅程，不管是说，只是一次的问答，或是说，帮他做完解读，帮他做完占卜之后，你还陪着他去走未来，接下来可能要去规划的事情啊，遭遇的事情，怎么样化解，怎么样这个，所以就是共同的合作啦。如果你参与了，它不只影响对方的因果，也影响了你的因果啊。但我觉得这一题他其实也想要问的是说，很多坊间会说，比如说算命的人不可以泄露天机，不然自己会倒霉。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都活在自己的意念里，所以如果你相信这件事情，那你做了，它必然会发生在你的生活里。所以还是看你在哪样子的体系里面，相信什么样的事情去做怎么样的状态。你相信什么，你就会活成什么样子。没错。如果背负前世带来的莫名恐惧，例如只要家人出门就会莫名担心他出事，今生该如何练习放下或化解呢？下一题有点类似，我一起问。如果父母是我自己选择的，因为像我们之前有说，其实我们生前计划会规划好我生下来在什么样的家庭、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哪一个国家，然后爸妈是谁嘛，所以其实灵魂自己选的。那如果父母是自己选的，但是因为一些原因，我不想要见到其中一方，爸爸或妈妈，这样是否对呢？离婚家庭的子女又该如何面对？你怎么看？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们有花了大概3集的篇幅在聊所谓的灵魂计划，所谓的前世今生，或者是你原本对自己所谓的天命或什么这一些的天赋使命，你可以透过这些影片呢去更了解这个议题。那对我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对，没有什么不对。我觉得你可以选择在这一世去跨越这些事情，你也可以选择不去跨越，然后保留自己，照顾好自己，安定好自己，这都是对的。无论你选择跨越，或者你选择优先照顾自己，它都是对的。取决于在你当下你最直觉的时候，你想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个课题。因为有可能你现在无法跨越，可是10年后可以啊，20年后可以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不需要在当下给自己这么多压力，好像非怎么做不可。想请问，学习各种灵性工具后，你们都喜欢用什么方式回归自己？我其实还是喜欢静心，然后我每2个礼拜会安排1天的圆圈日，然后让自己那一天，就很像把自己画在一个圆圈圈里面，不走出这个圆圈。所以我会有，例如说整个上午都是只跟自己相处的时间，然后那个时候我眼中没有我们家的宠物，没有我的伴侣，没有我的家人，没有我的朋友，没有我的同事，我也不会回大家的讯息。那整个上午我会跟自己相处，然后当我发现我在这样的状态下聆听自己的内在的时候，其实真的有好多的灵感会跑出来，好多内在的声音会跑出来。所以我每2周会做1天的圆圈日，上午是安静陪伴自己，然后下午我会去做平常不会做的一些人际交流，对，去服务，去帮助人，然后或者是到户外去跟这个世界多一些接触。那我的话，我之前讲过很多次，就是我会每天在洗澡的时候把不属于我的能量，不管是情绪能量还是所有的事物，我都会把它洗涤掉。这是我觉得最简单跟最快速的。请问大宝凤凰频道有没有海外粉丝也可以加入的社群？只能看影片，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孤单，有很多问题不晓得去哪里问。其实我们在最早做过30人呱呱见面会的时候，我们刚好结束后就有一个非官方的一个社团在脸书，它有一个成立。那接下来我们会尽可能在每次的社群贴文里面都会把这个连结放给大家，那就是会员可以加入的。请问大宝现在还有跟8维的高龄连结吗？你们用什么方式沟通？
有，除了刚才大家见到的芬多奇之外，我比较常连接的就是还有另外一个来自于不同次元的我。对，好了，也是大家可能会叫知道你各种哈 ，whatever。我跟他连接最早是在学士达那一集第4集，我现在呢都很习惯是跟他用文字的方式来做连接，所以我有时候遇到跟这个心轮比较有相关的，跟爱这个主题有相关的，跟共感、同理心有相关的问题，我就会优先的去问他。通常他给的话语呢，其实蛮简单的，但是在传递那些文字的当下，我会感觉到那个能量是很直接的，就进到我的身体里面，然后用那种能量的感受让我去明白，哦，原来是这样。这是一个有点神秘的过程，难以言说啦。为何你们不是 vegan？ 我记得你有吃素过1年。对。但是因为我的工作是体力活，就是我是一个纪录片跟节目的摄影师，所以我常常需要上山下海，然后扛着机器。后来就发现吃素就是在备餐上面会造成，例如说剧组比较大的负担，然后我会比较容易饿，各种的，然后会比较快没有力气。然后我就觉得哈，难道我要为了这个就是去调整我吃饭的方式吗？然后到底要怎么做，我就很犹豫。然后以及各种就是我当时给自己很多道德的一些框架。我刚好在差不多的时间点开始可以连接芬多奇，然后那时候芬多奇他就有给我就是他对于吃素的观点，对于杀生的观点，对于生命的观点。那这些我有写在我的书《麻瓜通灵日记》里面，然后后来我们频道也有邀请芬多奇用他的话语解释了一次。没错，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你是怎么样看待你所吃进去的食物。是的，你真的是要感谢跟感激每一个来到你身边的资源、食物，这些都是一样的。如果你是怀着感恩的心情去接受他们的给予，那其实我觉得不论你今天吃荤吃素都是很好的。有可能跟神仙补习班合拍影片吗？神仙补习班有可能跟我们合拍影片吗？凤凰都用什么牌子的眼妆？我先说，其实我是一个不会化妆的人，然后我只会画眼线，所以我从大学就长这个样子。对，然后我最近发现 Benefit 的一支眼线笔。你今天晕开了耶，是故意的吗？还是不小心的？应该是太累了。那我题外话插播一个问题，就是也很多人问你说你的头发在哪里染的？我的头发呢，已经有10几年都会给同一个设计师来处理了。那这一个发廊叫做 Now Here 存在，在士林。那里面只有一位设计师叫 May， 你可以去找他。请问可以做个大宝跟凤凰的减重教学吗？频道开始到现在，感觉2位身形面貌都变得更精实，气色更好了。其实我们在前阵子的会员直播在聊身体的时候，其实有稍微提到啦。如果你真的很想要知道的话呢，请上网搜寻碳循环或者是4+2啊，这2个方法呢，就是我们2个用的方法啊。这2个方法是我们用了很有感的方法。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搜寻这2个关键字，你会找到很多不同的专家来协助你。大宝的衣服是什么品牌？你有几个吧？我其实有几个品牌耶，但是我觉得大家最常问的可能是像类似这种的素的 T-shirt。对，那大多数是一个日本的品牌叫做 Good On。未来有机会做宇宙闺蜜的衣服吗？有啊，有机会啊。我们什么时候会对什么东西说没有机会呢？什么都是有机会的。但我真的觉得做周边很辛苦，因为我们的贴纸都还没有卖完，你们就想要衣服是吗？这一路走来，走到10万订阅是什么样的信念坚持能够走到这儿？我觉得就是很有趣、很好玩，然后很温暖，这样。对我来说是好奇心。我想要知道这个道路这样子走下去，最后我可以在这辈子探索到什么？能够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自己？因为每一天的我都在改变。在开频道之前，我就是只有我自己啊。那我跟太太在一起之后，我就变成了2个人。然后我们开频道之后，一开始就只有我跟凤凰跟栗子，我们3个是我。但后来有了你们，所以我又变大了。然后我们的团队也变大了，我又变大了。所以我很想要知道这个我可以变得多大，然后又可以变得多深、多精彩。这个是我的好奇心带着我走下去。大宝跟凤凰回望自己经营频道一路以来的成长与蜕变，最感谢的是什么？最感谢的，坦白说是自己当时愿意做这件事。因为我原本是一个幕后的摄影师嘛，然后愿意被记录，愿意
被揭露这些事情，然后自己的脆弱面也可以放上来。这些东西要放下很多的偶像包袱、自我形象等等的，愿意做这件事情，其实这个门槛对我当时来说是蛮困难的。但是我好像就是那个好奇心大过于了这些恐惧，所以我就好啦，没关系啊，就豁出去了。然后，于是我就愿意来做这个频道，然后来到现在10万的你们陪着我们，然后现在我还愿意继续走下去。王安如，谢谢你啊，谢谢你啊，王安如，谢谢你啊。我会觉得我最感谢我的相信，相信是什么意思？信任吗？我相信我自己做得到这些事情，然后我相信这些讯息都是真的，然后我相信这些的变化，这些都是它必然会发生在我身上，就是这一切的相信。然后相信之后才会有信任，信任自己做得到，信任伙伴可以协助陪伴我，信任很多很多，然后也信任你们会接住我每一个我自我怀疑的时刻，或者是我很脆弱的时刻，或我其实很害怕的时刻。其实很多会员都在很早以前就知道我经历过这些，所以他们都接住了我每个时刻。然后我也当然就是也很感谢我的家人。那当然我也非常感谢你，真的。今天就是我们10万 Q&A 的一个段落，那还有非常多你们的来信留言都非常的精彩，但是碍于篇幅的关系，我们之后会找机会可能做成影片或者写成文章再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今天就先在这边，下一个阶段可能是20万再来做。我们看看吧，看看吧。但在这边我也很想要想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新的呱呱看到我们，让我真的欢迎大家，其实都可以在这些过去的影片里面找到一些新的思维跟想法。因为其实很多的话题跟主题我们都拍摄过了，但因为影片真的太多，我们也没办法一直贴给你看，所以有兴趣的话可以多看看我们的影片。那如果你行有余力都看完了，想要看会员影片的话，也可以加入，记得一定要用网页版加入，不要被苹果抽苹果税哦。好，那我们今天这集10万 Q&A 就到这边，再次谢谢大家，谢谢你们，我们下一个里程碑再见，拜拜。其实我唱的歌应该是没有歌词的哦，那你唱一段旋律好了。当然叮当咚咚叮咚叮咚叮咚咚咚叮咚咚。好的，我们谢谢芬多奇，我们让大宝回来好，他辛苦了，谢谢芬多奇，我们晚点见。唱不好吗？